我刚想打给你。当然，与其说是想要分享什么，不如说我只是单纯的想到了你。因为很想你，所以我本能的顺从了自己的心。抱歉，我刚刚急着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你走到哪里了？不用。我会自己来到你身边。都是。我一时心急，想快点来到我喝醉酒的女朋友身边，就允许我偷偷耍个赖吧。这么说来，我们是要快点才行了。怎么没有？我今天也没有看到小兔子云。只是除了你罗列的那些事，我还有别的事想做，所以满足我一下吧，这样我们才能早点睡觉。这位老师教我串珠子的时候说，这每一颗珠子都包裹着一个小小的祝福和美好的愿望。我们要虔诚的一颗颗把它们串好，然后挂起来。这样一来，新的一年就会有无数好事发生。我可是很认真的在遵从老师的教诲，只是现在看来，我这个学生的效率远远超过你了。这怎么行呢？我想，或许不仅是祝福，我还把一些小小的疑惑，或者说是心愿，寄托给了他们。我在想，眼前这位说着不在乎活动被取消的小姑娘，是不是真的不在意呢？她昨晚醉醺醺的，还一直念叨着今天要几点出门，要去吃什么，要提前去排灯火秀的最佳位置。结果现在，我们只能坐在这里串珠子。这本来是我们年初7的活动安排。而且，他串珠子的时候既不看我，也不说话。我又想，我能做些什么哄哄他呢？
原来是这样。有吗？可我确实觉得这样的你很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欺负。其实我现在反而会更期待。之前每次和你遇到的那些计划之外，似乎都会收获特别的惊喜。我想今天或许也不会例外。你在这里，奇迹就会发生。距离我们的电影开场还有几个小时，足够我们挂好珠帘再出门了。而且我漂亮的女朋友应该会想要打扮下吧。秘密。我特地订了下午1点14分的情人节特别场，情侣按摩沙发床，所以就把它当作是今天的惊喜礼物吧。这个愿景听起来并不难实现。比如说，大制作人可以就此做一期节目，宣传影院营销思路的同时进行随机采访，从而传达受众的真实体验。我想这样一来，通过你公司的传播力，应该没有哪家影院甘愿被落下吧。过奖了，都是在大制作人身边耳濡目染的成果。想到什么了？倒是也可以理解为，计划之外的惊喜依旧如约而至了。不得不说，如此跌宕起伏的情节，甚至不次于我们刚刚观赏的那部电影。那就要看主人公想让什么发生了。乐意之至。很漂亮。真的很漂亮。
那只是看到的话，还远远不够。既然是这样浪漫的巧合，不如我们抓住它吧。让我们加入这场翩翩起舞吧。我来帮你。你说什么？好吧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非常完美，很般配。为什么不呢？既然这场雨把我们送回了家，不如烛光晚餐就交给我们自己制作吧。那些新买的厨具们或许也很期待再次派上用场的时候。好，那这些换下来的湿衣服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
就收下了。什么是好？这份关于时间的邀请，我很愿意接受，或者应该说，从始至终，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。